好，我们刚讲到关税，大家真的昨天看到说，哎呦，川普总是会出其不意。来看到的是欧盟，他那个时候不是讲说欧盟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越来越好吗？一开始不是要20%，结果现在讲到多少？30%啊，30% 啊。另一个呢，则是墨西哥。其实呢，墨西哥跟美国的贸易，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美国是在墨西哥设厂的，他也跟他争30%啊。为什么？他就讲了，墨西哥是因为打击毒品不力，所以呢，8月1号开始给他征30% 的费用。那当然，墨西哥总统呢就很生气啦，说这个是不公平的协议嘛，我们会想办法在8月1号前跟他达成更好的一个协议跟方向。好，可问题是墨西哥现在他可能也会有点辛苦哦，原因是因为它是美国贸易逆差第3大国，只有输中国跟欧盟而已。但是呢，中国对美是寄出了这整体它的贸易量，它只占15%，但是美国对于墨西哥来讲，贸易量是占到80%嘞，80%，所以那个影响真的是很大的。它对它南部的这个邻居征30%，北部的邻居加拿大征35%，但是加拿大有没有可能退缩了？问号。原因是因为呢，本来他说要对美国来加征报复性的钢铝税，那个关税是多少？是50%。结果现在呢，他出来35%，他说先喊卡。那某种层面可以理解啦，因为如果他真的就是给他刻下去的话，会不会马上那个35就变成50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本来一直很硬的欧盟，这一次发现自己的关税出来，开奖竟然是30%，能接受吗？当然不行，不满发生。但是呢，他的讲法也是，我努力在8月1号之前，我跟他达成协议。不过马克宏先生不欢喜啊，法国总统马克宏先生马上就直接讲了，我们必须准备报复。其实呢，在这一回谈下来，马克宏你看到他的那个态势讲话都是很直的，打大直球。包括他跟日本这边在对话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也都有一些的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日本的石破茂呢，他也是讲话很直球，他讲说我们绝对即便是盟友啦，都不能被看扁。那我们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不就跟马克宏一模一样吗？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是这样的讲法，美国必须要在意啊，因为日本算是他在东亚这边最主要的一个盟友嘛，所以 Rubio 现在呢，人来到了亚洲，在东协这边参加会议，被问到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负面评论，他的认知跟我们不太一样。但他说呢，我跟日本虽然没有讨论，但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负面评论，我跟日本的关系还是一样很好。讲是这样讲，但是大家心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呢，日本这一回拿到的是25%的关税，比原本还要来得高。菲律宾也是很铁啊，结果现在呢还是20%，胜过越南。本来都讲好11%，这知情人士传出来的，结果后来呢，既然被川普一讲成20%，所以呢，大家就在讲中方，作为这个整个，比如他现在在参加东协啊，又或者是他在整个东亚、亚洲地区，是不是为下一轮对美谈判做准备的时候，会联合东协、联合日韩呢？原因是因为目前呢，王毅在去东协参加外长会议之后，已经确认完成了与东协自贸区3.0的版本，甚至说10月的时候，领导人峰会就可以直接来签署了。跟中方现在确实很多人呢，他们是双边在买保险，美国都说持续谈，8月1号前我们努力谈，但跟中方这边要有更多接触。澳洲总理这个艾班尼斯就直接到了中国访问，那这一回呢，他们就强调能合作就合作，寻求的就是强化双边贸易。更甚者，其实他去年才刚来今年又来。去年呢，他这个有李强来访问，那现在呢是带上了商界的代表团，那当然就是希望就分歧坦诚对话，同时他们也强调会涉及的就包含了稀土跟经贸。而且有可能就是应该啦，就会见到习近平，那双方的这个对话就会更引发关注。所以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好，川普现在呢是直接对欧盟还有墨西哥征30%的关税，让墨西哥非常生气。其实我们看这个对等关税我们要用对比的方式来看。什么对比呢？就是欧盟在4月2号的时候，美国公布它的关税是多少，跟昨天公布的关税是多少？4月2号的时候是20%，
那经过了3个月，现在变成30%，所以增加了几乎50%哦。那这个墨西哥原来是多少？墨西哥原来也是它是25%，那现在增到30%，为什么呢？我们要探究这个原因啊，也就是在过去3个月谈判里面，欧盟跟美国谈不拢嘛，谈得拢的话还会说再增加吗？对，可是问题21天你认为谈得拢吗？你认为这个欧盟从20增到30，欧盟就会怕吗？对，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我的感觉是美国的问题比所有他的贸易伙伴的问题都大，因为几乎他所有的重要贸易伙伴都不对川普怎么样下跪。日本下跪了吗？日本没有。韩国下跪了吗？韩国没有。然后呢，这个欧盟下跪了吗？没有。墨西哥下跪了吗？没有。加拿大下跪了吗？没有。通通跟美国怎么样？在力抗美国的压力，所以美国现在是加大压力。那问题就变成人家也说了，你如果对我这样的话，我对你也是相对报复。所以美国是承受大家一起对他的报复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赌得很大，可是我觉得他是越来会输得越大。那这里面大家一定会问说，台湾怎么不公布？这个问题我的研判是基本上，因为这个贝森特曾经讲过说，这么多我们贸易伙伴里面对我们提供的条件最好的就是台湾，台湾是模范生。那台湾我们第一次被要求多少？32%，对不对？那是不是32%我们没有意见呢？对。然后呢，现在为什么一直不公布？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现在对赖清德政府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什么？7月26号。7月26号之前，如果把我们跟美国的贸易的这个谈判的结果公布的话，那会重创赖清德，所以他现在就不公布。所以我的一个推断就是说事实上大概美国要的我们大概都已经给了，那问题就变成说，你不要在7月26号以前公布，你要在什么？因为等我们的这个大罢免投完票以后，因为美国的这个最后日期是8月1号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会被美国人这样予取予求的蛮惨的。所以到现在才没有公布给我们一个新的惩罚性关税。所以呢，这个美国人事实上的话，他们是很现实的，很实际的，他不会说，哎呀你乖，所以我就对你好一点，不会。他要你第一个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怎么样？美国在谈判上有个胜利，他才用这个台湾的例子去压日本、压韩国。所以呢，我真的对我们台湾这个经济上可能将来受到的挑战真的是非常担心而且我觉得美国到现在都不公布台湾这个关税是多少，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不利其实刚刚大使特别提到了欧盟本来是20，现在变成了30，那墨西哥本来是25，现在也变成了30，加拿大更不用讲了，本来25，现在变成了35。彬哥，其实涨更多的是什么？涨更多的是那一些东协国家。哇，这些东协国家现在每一个抓出来，泰国36，柬埔寨36，缅甸40，辽国40，每一个都很多，所以大家就想问中国下一个要谈到底会不会联手东协还有日韩？我觉得现在恐怕不只是联手东协这些，大概所有的国家大概都在跟美国站在对立面。因为你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征关税嘛，而且请注意川普前2天有说，他说剩下的国家大概都在15到20之间。对，这个比他原来所谓基础关税10%还多。对啊，所以这到底在干嘛？这个等于是向全世界宣战。这个人不知道脑袋到底在想什么。那第一个，首先他的想法可能是认为说，我美国是最大的市场，你们全部都要靠我，所以我就要征你们的关税，我要赚这个钱。可是相对来讲的话，那其实对这些国家来讲，我干嘛？我老老实实做生意也要被你这样科关税？那最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你看日本现在都不低头，韩国也不低头，欧盟也不低头，大家全部都
都准备要站着抗，那到最后就可能全世界联合起来，大家一起对抗美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抵抗了美国嘛。那请注意哦，现在即使美国公布了这些关税，所有的国家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继续谈。对，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没有人相信这是最后的关税。所以我觉得美国已经把自己搞得威信全失，你知道？也就是他讲出来的话已经没有人要相信了，大家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最终结果，我们继续谈吧，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实际上，川普摆出来的态度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你们再来跟我谈。所以这到底在搞什么鬼？我觉得川普他还是要搞的世界经济大乱。然后我唯一能够看出来就是，他经过这几波，他股票应该又炒了赚了不少钱。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他现在每天就是自己在放消息。对不对？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这样去赚钱，他的金主就可以这样去赚钱。可是你作为一国之元首，世界最强国的领导人，这样做是适当的吗？会不会太好笑了？那我觉得接下来大概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可能会站起来，会跟他抵抗。为什么？因为他实在要的太高，高到有点离谱。你看他对巴西要50%，巴西怎么可能吞得下去？对啊，那日本已经对美国这么好了，然后你还跟他要25%。谈了这么久还加1%，所以你说日本怎么吞得下这口气？那 Rubio 呢？我觉得 Rubio 现在他大概去也是很倒霉。我根本觉得川普最近是在弄他，你知道吗？故意叫他去东协，对你这样川普才刚对东协宣布了一波这么高的关税，然后你叫 Rubio 去跟他们谈个鬼啊，对不对？他去就被人家洗脸而已嘛。然后他还叫 Rubio 这个被中国大陆制裁的人去跟王毅见面，然后去要谈这个习川会。对你觉得王毅会给他好脸色吗？这不是搞笑吗？我觉得这跟赖清德派沈伯洋去谈去办那个赖习会一样，这根本就是要搞死他。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懂川普，你到底是真的想谈，还是你根本是在整人？而且到现在这样看下去，你要知道这最后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会造成全世界跟美国的经济开始脱钩。因为大家都承受不了嘛，那大家只好另外去找别的市场。那这个时候，当世界第一大市场我慢慢开始没办法做生意的时候，大家会去找谁？当然找世界第2大市场，那就是中国大陆啊。那当中美自己正在对抗的时候，你川普采取这样的策略，我觉得是标准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不知道他脑袋到底在装什么。请教一下将军。我觉得这个川普对各个地区陆陆续续的公布关税里面，其实每个地区它之后我想说它的反应是会不同的。我们第一个讲欧盟哈，欧盟我觉得它会软下来。为什么我认为欧盟会软下来？第一个我们看冯德莱恩的表现嘛哈，4月2号当川普宣布对等关税的时候，这个冯德莱恩那时候讲了什么话？我们会实施强而有力的报复。就从4月份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在做什么动作？第一个，他慢慢放的话越来越软了；第二个，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很明显的在对川普投出这个地名状哈。然后他昨天当宣布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盼望8月1号那天吼，我们还可以达成协议，就是事实上就是说，你再给我这个2个礼拜，还有2个礼拜时间，那我们再谈谈看，我们希望你能够这个高抬贵手，这个手段放低一点，降下来。因为欧盟来讲，为什么我觉得冯德莱恩会放软？因为它跟美国有很多，它的贸易上面有很多雷同或者相符的东西。譬如说是飞机啊，你有空客，它就有波音嘛。譬如说你有汽车，它也产汽车，对不对？你有烈酒，它也有烈酒。那欧洲来讲，唯一能够制裁美国的项目，我觉得是软弱无力了，大概就是哈雷机车跟牛仔裤吧。除此之外，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有力的报复。但日本跟韩国就不一样，因为日本来讲，你如果对它汽车征25%的关税，我想那你等于是要了日本的命哈。因为日本来讲，它国内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产业，它每年卖到美国去的汽车数量是很庞大，也是它国内主要一个经济的支撑。那如果说日本的汽车卖不到美国大陆，你等于说是让日本再一度的失落20年，甚至于30年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是不会退让的。那另外我们讲东亚这些国家，东协的这些国家哈，那目前也可以说是重灾区。他之所以川普会对这个地方课那么高的关税，很明显的倒不是针对这些国家，是针对后面的中国。那尤其是越南，我们看得很明显嘛，他越南是课20%的关税，
但如果说是你经过越南转口贸易到美国去的就40%，那哪一个国家会经过越南转口贸易？就是中国大陆嘛。所以很清楚的，这个美国他们很了解，就是你东南亚，包括辽国、包括缅甸包括柬埔寨、包括越南这些国家，很多的商品是中国的商人在第一次川普就任的时候，那时候中美就已经预判到会展开所谓关税贸易战。那时候很多商人他就已经先期有所准备，他就将他的产业很多工厂移到东南亚地区国家这边去设厂。但是他很多的这种原物料来讲，供应链还是从中国进来的。那川普很清楚，所以他对东南亚是这些动作。那这次来讲，我觉得东南亚这些国家你课到这么高的关税那只有逼着东协的这些国家更向中国来靠拢，因为他们来讲，他没有活路，只有更向中国来靠拢。其实关税这一战，现在压了另一个时间点嘛，就是8月1号。每个人都说好啊，那我们就继续谈到8月1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到8月1号之后，会不会又压9月1号呢？这个是大家在问的一件事情。Taco 说不会退，有没有可能是用另一种方式以退为进吗？好，先进广告。好，川普现在呢，除了说跟国际间要来烦这些关税的问题之外，大家也要看到他的内政要怎么样来处理。原因是因为又有野火了，这一次呢是在大峡谷野火呢是完全没有获得控制，现在已经紧急撤离了500人。同时呢，当地的高温达到了46度，还有强风都助长了火势。必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呢，在他们的这个公园或者是在这个比较山区等等的部分，很常会发生野火。但是每一次的救灾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控制火势，有的时候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身家安全，甚至呢会直接烧到民宅这边。好，这个呢就是在美国这里目前传出的大峡谷野火已经有数百名的游客还有居民都撤离的。但是大家呢也要拿来比较一下，因为就有人说川普救灾大小眼，在台湾是说呢，这个总统救灾会不会蓝绿有别？到了美国是说救灾会不会大小眼？其实同样啦，红蓝有别。因为他们就想问啊，德州是红的，共和党执政；加州是蓝的，这个民主党执政。川普的救灾方式好像不一样。好，包括了在跟 Newsom 的时候呢，因为他跟 Newsom 加州州长不合，所以呢会影响救灾。他就说你不喜欢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尊重他，甚至呢直接建议停止向加州来提供联邦援助。但这回德州的问题呢，他则是直接说，联邦应该要好好的来帮助他，所以让 Newsom 呢，他现在越听到川普越气。当听到川普说呢，他是新闻渣渣的时候，他说他才是真正的渣渣。好，两个人已经开始直接说上气话了。但是呢，川普来到了德州这边看灾的时候，则是帮德州政府讲话，然后甚至骂记者邪恶。听听他怎么讲。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A little narrow river that becomes a monster. Well, I think everyone did an incredible job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everal families we've heard from are obviously upset because they say that those warnings, those alerts didn't go out in time, and they also say that people could have been saved. What do you say to those families? Only a very evil person would ask a question like that. 好，反正不能问了哈。为什么？因为德州这一次的这个洪水其实真的蛮严重的，然后当地呢也因为有夏令营，所以有很多的老弱妇孺他们其实是受到了影响。那这一次呢，就有人在问说，中部爆洪之后2天，是不是急难管理局这里没有接听电话？然后呢，原因是因为根本里面的人都被裁光光了。说这一位国土安全局的局长有设下预算限制，要他批准才可以出行，所以才会先出现这样的一些延宕呢。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说联邦监管机构呢，他们从洪水地图当中有删除了某一些的建筑物也就是呢，从而减少对于德州高风险的这些洪泛的监管，这一些到底是不是跟预算他砍人等等有关系？好，这个呢就是大家现在很在意的一个点。毕竟呢，他上任之后一直讲他要限缩这一些的预算，可问题是预算会不会造成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反应不及、人力不及？这个都是一个美国人的观察。而这一位喜剧女星叫做罗西欧，她则是直接批评了，说就是因为你删预算才会导致洪水灾害加剧。川普直接讲
要撤销他的国籍啦，说他认为他是对人类的威胁。哇，这个讲法让很多人就想问，那你老婆呢？怎么每一次动不动就要撤销人家的国籍呢？而且呢，现在在当下，很多民众所关心的，除了说是天灾问题，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川普又再一次了，说他大动作调查730亿翻新工程，原因是因为这个联准会主席一矿料马西摩松快，他看他就是不喜欢，甚至还想要伸手去插手那个 Fed 的人事案。接班人呢，会不会还没有上任就失信呢？原因是现在他一直在讲嘛，就是叫这个鲍尔要赶紧下台，但是鲍尔时间就还没到啊。那到底谁要来接班？那这个会不会彼此之间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个也是大家很在意的一件事情。甚或啦，这一位提名的新加坡大使辛哈，说是川普的好朋友，因为现在美国政坛出现很多川友友嘛。可是呢，他现在出任之后表现荒腔走板，包括他在回答新加坡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数据，连2次答错，最后才被纠正，实际的数字是28亿。关税立场的时候呢，他也语焉不详，没有办法讲得出一个东西出来。好，所以呢，大家就问你到底做好外交准备了吗？这个人事案真的合理吗？因为关税的问题，因为这一些他的里应外交的问题，所以呢，导致美国消费者现在呢，他们就直接的讲自己要靠自己啊，自己要小心，精打细算过生活，以应对川普任何的政策或者是改变变动，甚至呢，现在还报复性储蓄。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心想说，这是美国吗？美国人竟然跟我说报复性储蓄，这个真的跟以前我们所认识的美国不太一样。来了一个川普之后，让他们整个民族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了。来，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彬哥，怎么样来看啊？这个野火每年都会有，可是问题是呢，现在野火频传的同时，大家就想问，救灾有没有问题？因为之前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就找了这个马斯克，然后弄了这个政府效率部，然后到处裁员。那很多人现在就在质疑，是不是你把相关这些预算经费都裁掉了，所以才造成整个预警系统失灵？因为美国接连发生几个灾难，像几天前不是才发生一个大水，然后一下冲走了这么多人。那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预警，所以大家都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这当然会有这种质疑出现，可是正常的政府应该是详细的去跟民众解释到底发生什么状况，而不是用这种对呛的方式。可是川普习惯就是这样，你不能质疑我，你只要质疑我的人都是邪恶，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阴谋的。那川普从来不掩饰他自己的好恶，所以你说他做不做得出来，就是共和党的我就用力救，民主党我就不理他，他做得出来了，他真的就会这样干，所以这就是川普啊，所以美国人都知道他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民主其实是当一旦选出一个民粹型的领导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非常糟糕，可是没办法，这美国的制度就是这样，你现在也弄不走他。那他跟这个 Newsom 这个对呛，其实对呛到后来，川普会不会扣住一些资源不给他？会哦，他会真的会这样做，所以你也拿他没办法。那可是问题是，川普自己是觉得自己都很 OK 的。你看他去呛记者，他也觉得他讲的理所当然。在一般正常的民主国家，你这样去对记者讲话，应该是会出事，应该会遭受到广泛的谴责。可是川普根本不在乎。你谴责我也无所谓，而甚至连喜剧演员谴责我，我都要想办法，我撤销你的国籍哦。但是很多专家已经提醒川普，马斯克你可以撤销他国籍，为什么？因为马斯克不是出生在美国的人，对，这个罗西欧他是出生在美国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你美国公民他是真正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你没有办法撤销他的出生。人家因为过去宪法曾经有判例，你就是不能剥夺他的公民权，所以你可能要想别的办法。当然，我相信川普大概只是随口讲讲，他也不一定真的会去做这件事。那可是问题是，现在联准会这个东西让川普很恼火，所以他们现在另辟蹊径，就是说他们花了史上最高的这个预算去建这个联准会大厦，所以呢，他认为你把它建得像皇宫一样，你们这中间应该是有贪污，现在就要用这个方向去弄这个鲍尔。那我觉得鲍尔大概是不为所动，他应该还是就他自己的步骤，大概到甚至可能拖到9月才会开始降息，是有可能会这样。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美国人大概自己都要预先做好准备，因为川普带来的经济风暴可能很快就要来。是请教大使。
这个事实上的话，现在美国正在走向一个一言堂的一个方向。哎，川普不让人家批评他，甚至也不回答问题。然后呢，提出来的问题，你们刚刚都看到了，那个很有道理啊，是有些受害者家属提出来疑问啊。结果他用人身攻击，说那个记者是一个很邪恶的。你觉得那个记者邪恶吗？我们这边都韩冰跟那个叶颖，你们这个就是你要有知的权利嘛，对吧？他也讲是有很多这个受害家属这样子啊提出来质疑，结果川普用这种方式，所以基本上川普是怎么讲呢？不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你根本不要说去批评他，人家有说是你川普的错吗？没有啊，只是这个问题他听他不爽，他就说。说别人很邪恶，这个在美国的政治史，还有我们了解所谓什么叫民主的真谛，一个官员跟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这个民主的真谛表现就在你这些做官的人跟一般平民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应该是川普是替人民服务的，他是公仆，那人民是主人。那你看现在川普这种做法的话，他是真的是公仆吗？他是在替人民服务吗？他是比这些暴君历史上的独裁者暴君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对，所以就是现在是美国的现实。然后呢，你不要说这个他有没有裁撤这些经费，现在美国人在批评这位女士，也就是国家急难管理局的局长，她有专业吗？完全没有专业。她跟这个辛哈医师是一样的，就川普看了很顺眼。然后在选举的时候是站在他那一边，是属于支持他的人，随便什么都可以去做官啊，对不对？这位女士毫无专业，救难专业，就去负责这个救难的专业。然后呢，这位辛哈医师他去新加坡做大使，连新加坡的基本数据都不晓得，因为那个在听证会里面那个议员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跟新加坡中间的贸易逆差是多少？顺差多少？他给你，他不知道，他还随便乱扯他说110亿，人家说没有那么多，对，他就胡扯，然后再问一个问题，他又胡扯，结果那位质询他的议员众议员就说：“对不起我已经给你机会了，让你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好歹你要今天要做这个职位，你也做一点功课嘛，不能这么离谱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国家真的一个人可以把一个国家怎么讲搞弱搞垮，所以你选错一个人，一个团结的社会就变成对立一个民主号称民主的国家就会变成独裁，那基本上这个举世皆然，所以选错人就是这个结果。请教一下厉将军。我觉得川普用人其实很简单就是谁跟他交情比较好，谁跟他有私交谁就可以任职。他根本不管你的才能或者你的学历经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随便列举几个人嘛。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什么出身的？也不过就是一个这种主播出身的居然可以当到国防部长，难怪他对国防事务完全都不了解。我们从他上任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不管对于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军事冲突或者是对这个也门胡塞组织的打击来讲，都看不到他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另外国务卿卢比欧也是如此嘛？你看卢比欧昨天在东协跟这个王毅见面，那王毅就老油条老外交家，那个架势一摆出来，合照一张相，那个架势一摆出来就把你压下去嘛，就看出来卢比欧也不过就是一个议员出身的，那你气势上面你就摆出他。另外来讲，国安顾问，大家知道美国还有一个国安顾问很重要一个角色嘞。结果现在是卢比欧他在兼任，他的这个才任职没几个月，瓦尔兹已经下来了。我再讲一个人，你知道他们有个国土安全部部长是一个女生叫诺姆，你知道她有个外号叫什么？叫做芭比娃娃那个芭比部长。持续也关注最新的几个消息，川普第4波的关税信来了，然后其中里头呢，
没有看到台湾继续大家都关心啊，台湾在哪里？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欧盟、墨西哥现在惨吞30%的关税，其中墨西哥其实跟我们影响也蛮深的，因为很多的台商当时为了避险哦，在我们的官方要求能够往中国大陆离开的情况之下，都是到墨西哥去。结果现在呢，川普在信里面写到，墨西哥维护边境安全做得不够，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到目前为止，毒枭还是透过墨西哥到美国来，让北美成为走私乐团乐园一样哈，所以才让墨西哥吞了高关税吗？墨西哥80%的出口都是销售美国的，成为这一次关税战最大的苦主。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墨西哥强调会继续来谈，不会放弃。但是呢，哪些可以，哪些不行，要配合美国呢？有一点是永远无法妥协的，那就是我国的主权。墨西哥急着谈判，要避30%关税啊！经济部长也说，已经跟美国成立了双边谈判的工作小组。现在这个结果是不公平的，无法接受。说真的，台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只能等啊。那欧盟就有意思了，欧盟先前呢本来已经考虑，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来做平衡，做一个外交上面的出口关税可以取得平衡。但这一次呢，欧盟直接也被科了30%的关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公开的讲，他会用必要的措施来捍卫欧盟利益，包括适当的要加以反制。川普有警告哦，如果你反制，我会更严峻的来对待你。川普多次批评是欧盟占美国便宜。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局数据，2024年美欧商品的逆差呢，已经达到了2350亿美元，台湾也是逆差相当高的第6名，所以当然也是很关注啊。现在还没有收到是好消息吗？欧盟突然收到的噩耗是这样说，分析认为更坏的是，他除了川普给他高关税，还刚刚得罪美国，一下子要和，一下子要对抗，6月才突然取消中欧高层经济对话。那不仅呢没有换来美国的回报，以为打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市场可以换来美国一些青睐，结果反而被中方反制，双方两边都不讨好。但美日关系也成为观察指标啊，因为日本呢有媒体找出来一个多年前38年前好年轻的川普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说的，像日本这种国家表面上呢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其实却在背后夺取我们的财富，那还要保护他们付更多税金。你看看那些在汽车电器工厂失业的美国人，把我们当笨蛋一样在耍，讲的是日本。因为日本当然7月20号有一个自己国内的选举，石破茂当然不能够扛这么高的关税。接下来石破茂还要继续日本安全保障能源领域，他说必须努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内也有很不一样的声音，对于选情产生了非常严峻的挑战。那美国方面的 Rubio 的说法是说，现在要淡化外界担忧啦，美方没有戏剧性事件分歧，跟日本的关系还是很稳固的。你看嘛，他的25而已嘛，不算高。是这样吗？这个形容词是这样的啊，收到川普的信就好像收到离婚律师函一样。这个分析认为，瑞士媒体的报道不仅让作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盟友的日韩感到很震惊跟被背叛的感觉，更可能从根本上去动摇东南亚数十年以来经济发展的模式。结果很可能是怎么样呢？美国亲手把亚洲推向中国的怀抱吗？邱一伟。川普搞关税战、贸易战有4个目的。第一个，他要扭转美国现在大幅度的贸易赤字；第二个，他要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因为他认为一旦关税的税率提高了，美国就可以增加许多关税的收入。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关税是个间接税，它是会转嫁的。到底谁承担这一个提高的关税的税额，那就要看两边的供给弹性跟需求弹性而定，而不是说你今天关税的税率提高了，你还能保持原来的进口量，所以你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大幅增加，没有那么单纯的。第三个，川普想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美国解决失业的问题，让美国再度成为制造业的王国。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前任的财政部长，也是过去的联准会的主席耶伦，早就告诉你，这个叫痴人说梦话。第4个就是刚才聂教授说的，基本上川普是拿这一个关税
作为贸易谈判的武器，他还有别的目的的。可是问题是，川普这个人逻辑不通，幕僚不行，再加上这个人言而无信，他的诚信是有大问题的。所以这一次他的关税战、贸易战，他等于向全世界宣战，这个对美国来说，基本上一定是弊大于利的。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越南是第一个跪下来投降的。但是越南现在，苏林终于忍不住了，他在东盟的外长会议里面把实情说出来了。真正的实情是什么？越南提出了要零关税，来让美国享受，但是他们要求最后谈成的关税是11%，可是最后公布的是20%，这个不是叫背信吗？所以苏林他说，现在越南不承认跟美国之间有关税贸易协议了。好，刚刚热腾腾出来的，欧盟跟墨西哥都是30%。当然，就欧盟来讲，我认为啊，欧盟的国家应该一起把冯德莱恩给罢免掉了。他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在美国与中国这两强之间争取欧盟国家的利益嘛？他既得罪了美国，又得罪了中国，然后想要在里面要得利，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现在教训来了，30%的对等关税，你别忘了，还有汽车跟钢铁跟电解铝25%啊！这一来，对欧盟的国家来说，就是一个重磅的伤害嘛。好，那墨西哥30%。第一个不满意的是加拿大啊，芬太尼的问题，墨西哥的责任一定比加拿大大。那为什么加拿大35%？为什么墨西哥是30%？这一来的话，势必也会成为在8月初在北京卢特尼克跟贝森特跟格里尔谈判代表要到北京去谈什么？其中有个重要的议题，就芬太尼管理的问题。他一定在那个时候会引爆这个大议题吧。好，那么回来再谈加拿大的问题。加拿大的问题我讲过了，就是因为卡尼对这个川普的态度很强硬啊，川普就不爽啊，他是王啊，他是世界的王啊，他是天选之人呐，他是超人呐，所以你卡尼怎么敢逆他的鳞呢？所以加拿大一口气就被升到35%。好，但是我要提醒，1930年，胡佛当时美国总统胡佛也是采关税战、贸易战，结果呢，当时大家不服他，所以欧洲那时候还没有欧盟，就是欧洲的国家跟加拿大一起反制报复，最后胡佛的原来的目标没有达成，反而造成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川普应该多了解这些过去的历史啊！你的能力比胡佛强吗？胡佛都搞出来了，经济大萧条到今天，大家谈到那一段还谈虎色变。好，至于巴西，我昨天在这个时间点我讲得很清楚了。川普在对巴西、对卢拉的那些做法，说实话嘛，干预人家的内政，干预不成。结果用关税来报复，竟然加到50%，还不是要解决贸易赤字的问题吗？可是啊，巴西对美国就是贸易赤字。你今天对一个对美国贸易赤字，让你美国赚钱的人的国家，竟然给人家课50%的关税，而巴西在4月2号是多少？只有10%，10%跳到50%，有这样的关税提高的逻辑吗？那至于在韩国的部分，前几天川普又提出来了，要韩国把驻韩美军的经费要提高到100亿美元。昨天李在明大骂川普，说你川普讲的都是些烂话，都是废话。他的民调马上飙高，现在民调已经62了，所以你可以想想，他已经引起了共愤。当然最厉害、最会谈判的就是日本的石破茂了，他就是软硬兼施，合战两手，经过了7轮的谈判，马上要进入第8轮了，把川普整的可以说是7分8素。
好，我们插播最新的消息。虽然我们的荧幕上的票数仍然不断的在跑，来自于中选会的最新票数，目前已经超过了9500票。不过最新中选会公布的讯息是，目前全台首个大罢率的罢免案已经失败了哦，应该是来自于投票人数的不够高。目前是罢团所宣布的哦，罢免案失败了吗？那现在就是等到中选会最后的公告为准。不过罢团现在已经宣布，因为投票数的不够高，虽然现在票数看到的是9500票，那么要到14000票才达到门槛，是不是代表着这第一个的前哨战罢率的罢免案失败了？我们持续帮大家掌握最新消息。刘老师来观察一下，包括欧盟、包括墨西哥接下来面临的处境。对，我们现在看到主要是看墨西哥哈。墨西哥，我们晓得川普这个税啊变来变去，本来最早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一开始就是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有些非法移民的问题、芬大尼毒品的问题，征25%的税。因为征了25%的税呢，所以4月2号的时候，当他公布对等关税的时候呢，这墨西哥、加拿大就没有在里面啊，另外公布了别的这个税。所以呢，当时川普对于墨西哥的总统薛恩鲍姆呢，其实是蛮欣赏的。他说，尤其是本来是说那25%的税，后来又推迟了1个月嘛，1个月就说you're tough 啊，就说我这 out of respect， 就是因为我尊敬你啊，你非常强硬啊，非常强硬呢。那薛恩鲍姆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魅力。去年选总统的时候呢，人们说他这个名词，给他个名号叫做 Ice Queen， 就冰雪皇后。没有什么笑容啊什么，可是他这对川普是软软的硬，这该坚守时候坚守啊。川普本来也说，你这个边界的这个非法移民啊，你这做得不错啊，那所以说那我就对着墨西哥呢，大家可以放一马。放一马的时候，怎么忽然最近又给他？你说今天又增加税，那38%的税，38%税，那不是以前不是讲说你尊敬他吗？你不是说他做得不错吗？怎么忽然又不认账了啊？不认账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美国说呢，他派美军帮你来做扫毒啊。墨西哥你想的黑帮一大堆啊，毒品一大堆，然后派美军来。所以为什么薛恩鲍姆就讲说，国家主权我一定要守着，你美军不要过来啊，我该可以跟你美国配合的边界的，那我配合，但你美军不要进到这边来啊。所以这是川普，但是你看川普这个人，而且他非常情绪性。就是情绪性，那么人们也都是美国人现在也都晓得川普这个情绪，所以他的起起伏伏嘛。刚刚秋叶讲了，就是讲到这个巴西鲁拉，你看你说原来为什么10%呢？因为原来还没有谈成，是每个人都是基准税，就是10%嘛。10%一公布说58%说，哎呦你对前总统啊，这个怎么样？你们不公平啊什么？那是极右派，那被号称叫巴西川普啊，那他就干涉到人家内政。然后又讲说啊，你们这个金砖国家怎么样哈？那么鲁拉当然就反应，鲁拉说，哎呀，金砖国家可以团结起来，可以对付川普。其实没有办法，金砖国家根本不团结，所以鲁拉那个话呢，也是白讲的，因为根本不会团结。到这欧洲这个就有意思了。你看欧洲，我们只要看什么呢？看这个月24号，就是欧盟跟中国大陆进行在峰会，在北京。北京本来是2场啊，24号一天，25号一天在合肥，就合肥那一段卡掉了，因为这种关系搞得非常不好。所以这后面还有在很多的变化，我们可以持续再去观察。这会不会是欧盟跟美国的贸易大战的开始呢？因为刚刚有最新消息是欧洲议会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基他说的，他说呢，川普的信又无理，像打了一记耳光。欧盟已经密集跟他们谈了3个礼拜，主张呢现在开始要报复行动了。礼拜一应该要第2波，马上要对于美国的反击要展开。对，重点是大家都想报复，你怎么报复？欧盟有什么筹码和条件报复？我觉得这最重要的。当一个人提升了自己价值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人家甚至都不敢讲，讨厌你都不敢骂你，没办法嘛，你去丢一个巨型的钻地弹，钻到了60公尺深，人家也不敢打法你啊，全世界都一样。今天我们的对岸只要射几个飞弹啊，我跟你讲，不想东风多少不管，我跟你讲被打法的不得了，民主联盟全部群起围攻啊。我现在要讲着，我还要讲一下，你刚刚讲到欧洲，我觉得欧洲我有时候觉得很纳闷，很奇怪，欧盟什么叫欧盟？28国家，英国出去27个国家，到底美国去科欧盟的税，到底是科谁？是科全部吗？希腊、土耳其还是谁？我跟你讲，主要就德法2国啦。最强的就是有这种真的会卖他东西的东西啦。以前我们分析过嘛，欧债危机的时候，他们要贬值救经济。他贬的时候，我跟你讲，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嘛。贬值之后，德国汽车更好卖，法国香水更好卖，皮包更好卖。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在电视上就说，只有德国 out， 法国 out， 欧盟才能活，不是希腊 out。我跟你讲，因为这些国家才是真正主导的，他们最怕欧盟解散，所以这些只要被影响的，他攻击的欧盟就是打这几个大国。好，那我先讲一下哈。那当然，除了他之外，讲墨西哥、加拿大，我也觉得很纳闷。1992年这个 NAFTA 就是 Free 就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94年1月1号生效了，运行的都非常棒哦。到了2018年9月30号，川普1.0版还非常的认同说，这个也不错，还只是改了个名字嘛，叫 USMCA 的。结果怎么这一次完全变了呢？我觉得很怪。我先讲一下川普这个人哦，他就是在40岁的时候非常欣赏雷根时代，但他做的过之无不及。雷根时代非常清楚，我们今天讲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广场协议啊，1995年9月20号的事件，货币战，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协议，这个东西把日本打趴了。当时就是1987年，他看到日本啊，在广场协议之后，没有想到钱变大，竟然把钱全部搬到纽约的心脏 Rockefeller 去买了一半的 Rockefeller， 到处的书店都是日本字。他就在1987年看不爽的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我有感觉到，的确是这样子。所以呢，不管怎么说，他对日本呢，你看是什么样的角度，他也认为你也是我保护国家，所以他对日本也不会那么客气。那也就是没办法，那石破茂他们现在急了，所以呢，他们当时想要想办法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世界的关税命运都在川普一念之间，他高兴不高兴，要给大家开多少的账单？那么他到底在想什么？有这则报道说，川普2024年7月13号那一枪啊，差点把他干掉的那个枪击案，后来幸存之后，让他变成英雄。但在经历生死一线之后，他的亲近的人说，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坚信自己是被上帝拯救，来拯救美国的天选之人。所以天选之人做什么都是对的吗？例如在国内有一些这个人长期的批评他，包括这位喜剧演员，美国出生啊，但他因为批评川普啊，川普公开的发文表示，这位奥唐纳不符合我们伟大国家的最佳利益，所以正在考虑要剥夺他的公民身份。哇，所以现在要驱逐的不只是不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哦，连这种美国出生的美国人，他也要把他赶出去吗？那鲍尔呢，不同意，没有配合川普的政策，更是有名的啦。现在说他也惨了吗？因为联准会迟迟的没有配合川普降息，现在川普啊没有办法直接把他换掉，但做了一件事情，他说白宫将对联准会最近有25亿美元这么高的总部翻新工程加以调查。他认为当中对鲍尔是有疑虑，是不是花这个钱有进到谁的口袋里，中饱私囊不知道，但看起来追杀的方式百种啦哦。川普还有一个关键密码，说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就会让他开心嘛。那台湾也可以提吗？因为据说现在啊，世界多国的领袖、国会议员啊，甚至有一个美国原住民部落，都在用一个方法来讨好他，称赞他缔造了世界和平，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而美中呢，在这一波一波的谈判对抗里头，最新的消息是卢比欧跟王毅见了面之后，王毅表示，既然要会晤，就要认真严肃的谈。所以呢，对于历史负责，对两国的人民，对世界都要坦诚交流，加强接触，防止误判，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卢比欧甚至说，川习是有意会晤的，关键在8月的关税会谈。接下来双方到底有没有可能互访？川普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目前是很多消息传出来是有意如此，但接下来重点就在于稀土。到底谈得如何？美国现在说致力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啊，每次都被稀土卡脖子啊，所以怀俄明州呢，50年来有第一座的新煤矿场动土了。那么这业者呢，就是希望能够有取代当时稀土呢被中国大陆所控制的这样的状况，开始自己开采吗？那还有很多企业说转弯了哦，等不及稀土了啦，还不如直接去大陆投资，因为稀土太重要了，几乎是关键的一个原物料。所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美国很多的企业已经直接不如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了。其中印度厂商是这样说的，只有跟中国和解才能拿到稀土，所以多家的汽车制造商生产呢，可能目前如果谈不下来的话，8月就会断供了啊。印度外长苏杰生则是访问中国大陆，这个是5年来首次，尤其是在印中的对抗里头，边界的冲突之后呢，现在说王毅本月也要到访印度。
中印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澳洲也一样，澳洲总理也即将访陆，将会是他第2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艾班尼斯认为呢，这当中攸关了澳洲的就业经济发展。那坦言，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持续占据澳洲大概有1/3的总贸易额。大家在跟美国的谈判关税里都开始转向了吗？委员，川普真的是把自己当成是上帝派来治理这个世界的。他是天选之人，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对演员动刀啊，这个不是第一例，他连乔治·克隆尼，国际巨星，而且以前还是奥巴马的这个时尚的最高顾问，他的老婆他都不准他入境啦。你可以想想多嚣张啊！而在欧盟的国家里面，他最爱谁？他最欣赏谁？欣赏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啊？为什么？因为梅洛尼会盯啊，会在他旁边，会用痴迷的眼神看着他。可是梅洛尼自从也用痴迷的眼神看着马克龙以后，我认为他快要失宠了。刚才啊，建中兄特别提到了当时的NAFTA那一段，NAFTA都已经定下来了。川普第1次当总统，他就要改，然后叫莱特希泽出马，在加拿大、在墨西哥两边做谈判，找寻中间的矛盾最后被他改成了。可是改成了才没几年，这次2进宫又要再改，所以莱特希泽觉得他当时促成了，好不容易花了天大的功夫，终于促成了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还帮你川普争取了好多的利益，结果现在你又要改。所以莱特希泽这次拒绝出任贸易总代表啊，派他的徒弟叫格里尔替代他是担任贸易总代表。川普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认为自己比天还要伟大。他不是认为他在美国的历届总统里面，他比华盛顿、比林肯还伟大吗？他认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后面的照片里面，怎么可以没有他呢？而且他应该放在最正中的那一个啊。好，今天啊，川普对了欧盟跟墨西哥动了狠手，现在最紧张的应该是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他正带着大团到北京去访问还准备待一个礼拜，那么访问5个城市。阿尔巴尼斯这一次去啊，中国也要伺候他，为什么？你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多么的恶劣。澳大利亚的北方有个港叫达尔文港，很有名。达尔文港一直发生严重的亏损，破败不堪，所以后来这个北领地省就把这个达尔文港就租给了一家中国山东的集团，叫做蓝桥，让他来经营，租约99年，就经营了10年，终于由亏转盈。可是现在川普竟然要博龙资产管理公司要去接手，要他把契约和租约给终止，转成由博龙公司来管理。这个博龙公司就是川普底下哼哈二将，一个是贝莱德把那个巴拿马运河拿下来的，另外一个就是博龙。而博龙的老板现在干嘛呢？他的老板叫史蒂芬·范伯格，他现在就是美国国防部现任的副部长。好，我们框上看到，其实最新的数据是12000票是同意罢免陈玉玲的。不过呢，刚刚是因为罢团先行宣布罢免失败，但中选会目前的数字仍然根据我们的数字，仍然在继续的开票当中。我们以中选会最后的公布为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新全台的第一个罢免票数，目前最得同意罢免12160票，因为要14000票才能够达标。那么当然，罢团已经宣布罢免失败，不过仍然等待中选会最后的公告。刘老师来看看川普现在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对，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说天选之人啊，我想这更要讲一下，其实它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分裂哈。因为我们从小常觉得说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可是川普这派觉得政教当然不该分离，所以他们这派是福音教派啊、浸信会、某一些的浸信会的人，他是把国旗搬到教会里面的。那么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呢，本来有说以前耶稣啊曾经受到这个撒旦的一个试炼，那撒旦说我可以给你国度、权柄、荣耀，
耶稣说不行，因为上帝才有，人间没有啊。可是川普就觉得我有啊，我在上帝有一套，我这边有一套，就是 Kingdom Power Glory。所以他按照传统基督教讲法是，他是没有经过撒旦试炼的。但是川普觉得他有，所以他这个权利他深信，而且他们这一派人就是这样子相信，所以他觉得他要整个的把基督教恢复，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美国，所以这是他后面整个支持力量，才让他觉得他是一个天选之人啊，不只是光人而已，后面有一股的整个势力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很多人讨好他，拼命的帮他推荐啊。那到底他算是和平的代言人吗？对啊，他本来就很想当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他每一次一上任就说：“俄乌战争拜登那个Sleeping Joe引起的，就是他造成的。我一上来就要让他停。他每一个战争他都说他能把它马上停止，结果做到最后呢，每一个都越打越久。不过呢，有一点我其实真的蛮欣赏他的。我在去年的7月13号，好快啊，今天就7月13号，对不对？去年的时候不是一颗子弹过去吗？在耳朵那边飞过去以后，他就马上手伸出来。”喊了 fight， 我跟你讲，你做做看。如果是拜登，我当时想过是躲到那个护卫者里面，一定是叫快保护我走。他是 fight， 这种人就是非常激进。所以你说狂人法则，他的 attack， 然后永不认输、死不认错这种个性是完全存在。当然从另外一个负面角度讲，就是太激进了。因此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就是国家利益当然他讲 MAGA， 他真是为国家在做事，可是他有太多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国家利益、私人利益绑装的好紧啊，没办法，你知道吗？只要你惹得过他，他不爽之人啊，他不爽就出击。刚刚讲的 Elon Musk 不是也发生了吗？但 Paul Whelan 当然这个喜剧演员也是一样哈。但你知道 Paul Whelan 他的角度不一样，因为这个人要用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宏观的趋势去分析未来的所谓的货币政策的，所以他要去堵他，要去让他难堪，这就比较困难了哈。那我最后要讲呢，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中美之间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关税战或全方位战，从 1.0 版完全脱钩，现在呢是打关税为主。可是这次中国奉陪到底，我觉得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议题，也就是王毅讲得很清楚，说他希望确保这中美2艘巨轮不要偏航。我觉得这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他们现在各拿到一些权柄嘛。我们都知道，当时现在两边勒喉战。1.0 版设施完全美国勒着中国就是晶片，但是我分析晶片是一个人的脑，它让你呢好像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走未来，就做一个傻傻的，乖乖听我话的人就好了。